穿越斗罗，你有一头银色短发，看上去白白净净，长相十分可爱俊朗，和光灵斗罗几乎有7分相似。按照辈分，光灵斗罗是你的亲叔公，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你望向手中的弓，剑术再高超也不过是锦上添花，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强大的天赋才是真厉害。马上就要觉醒武魂了，不出意外的话，我会觉醒出和叔公一样的顶尖器武魂，一把拥有冰与光双属性的光灵神弓。武魂品质越高，先天魂力下限就越高，但这并不代表我能和叔公一样拥有顶级的天赋。希望觉醒武魂后，我能拥有个先天魂力8级以上的天赋吧。你收回心思，打算再射一箭。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道十分年轻的声音，来人正是自己的叔公，96级巅峰的光灵斗罗。他来此却是劝你考虑清楚再去觉醒武魂，因为光灵神弓武魂有着严重的缺陷，一旦觉醒便会被武魂反噬，身体会逐渐被冰侵蚀冰冻。随着武魂修炼的越强，侵蚀的速度就越快，从手臂开始再到身体，直到冰侵蚀到了心脏而亡。自己的爷爷以及父亲皆是被武魂侵蚀而死，而你是光灵斗罗在这世上最后的亲人，他不希望你的命运和他们一样，他想让你当个普通人，凭借他的身份也能让你享尽一生荣华富贵。可你深知武魂殿的结局，也知道光灵斗罗的结局，自己这个叔公最后会死得很惨，你不想他们重蹈覆辙。叔公，我想清楚了，即便最终我会被冰冻心脏而亡，我也想踏上魂师之路。你的眼神无比的坚定。光灵斗罗心头一叹，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真是拿你没办法呢。好吧，那你就去觉醒殿吧，今年的武魂觉醒仪式也快开始了。那我去了。叔公望着你离开的背影，光灵斗罗眼神中闪过一丝落寞，他默默跟了上去。今天将和你一起觉醒武魂的，还有未来武魂殿黄金一代的胡列娜。不出意外的，胡列娜觉醒出先天9级魂力的妖狐武魂，并被比比东收为亲传弟子。很快便轮到你觉醒武魂，这孩子难道是？比比东看向你说道，你是光灵神宫一脉的后裔吧？不错，你平淡回应了一句，站在了觉醒魂师身前。确定身份后，比比东内心不屑地冷笑了起来，又来一个短命鬼。我准备好了，请开始吧。觉醒魂师点了点头，调动觉醒师缓缓将你的武魂牵引而出，在你的左掌心出现了一柄冰金色的弓，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你的身上突然散发出了一股恐怖的极冰之力，并在短短几秒之内冻结了整个觉醒殿。同时你的右手掌心之上又浮现了一个器武魂，那是一把散发神圣金光的剑。下一秒，无比耀眼夺目的金色辉光闪耀了整个觉醒殿，眼前感应先天魂力的石头也浮现出了该有的字数10，双生武魂，先天满魂力。天哪，我们武魂殿又要出一位绝世天才了。这一刻，比比东皱了皱眉，这小子天赋竟如此了得，双生武魂吗？说实话，比比东心情有点不爽，因为你是供奉殿一脉的人，你望着自己双手间的2个器武魂，我左手上的冰弓武魂好像和光灵神弓不太一样，而且所附带的冰属性似乎更强，而我右手上的光剑也似乎拥有着比光灵神弓更强的光明属性。一把冰弓，一把光剑，这就是我的武魂吗？忽然觉醒殿的大门被一脚踹开，小雨，光灵斗罗激动地冲了进来。不只是光灵斗罗，就连远在供奉殿的千道流和金鳄斗罗也被刚才你觉醒武魂那冲天而起的2道光芒给惊动了，他们正集体朝着觉醒殿的方向而来。此时光灵斗罗一脸热泪盈眶，小雨，你竟然觉醒出了双生武魂，好，太好了，天不绝我光灵神弓一脉啊。很快千道流和金鳄斗罗也都到了，光灵斗罗望向他们说道，大供奉，你们快看，小雨觉醒出了双生武魂，而且他的冰弓和我的光灵神弓不太一样，或许他不会被武魂反噬了。千道流暗暗点头，光灵神弓存在的武魂缺陷是，武魂修炼越强反噬速度就越快，但你现在是双生武魂，只要先修炼那把光剑，达到封号斗罗境界之后再修炼冰弓，这样就绝对能压制武魂的反噬。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笑意，可正当大家感到高兴之时，意外再次发生了，你突然感到左眼无比刺痛，左指也传来了麻痹感，你痛苦地捂住眼睛，嘶喊了起来。小雨，你的左眼瞬间被冰雪覆盖，左指也开始逐渐被冰冻侵蚀冻结，武魂反噬终究还是来了。不，光灵斗罗慌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哪怕觉醒出了不一样的冰弓武魂，可还是无法改变被武魂反噬的命运吗？为什么？甚至小雨被反噬的速度比光灵神弓更快。哈哈哈！比比东内心狂笑了起来。双生武魂又如何？先天满魂力的天才又怎么样？终究是逃不过武魂反噬的命运，依旧是个短命鬼罢了。想到这，他忍不住嘲讽道：“真是可惜了一个双生武魂，先天满魂力的天才啊！光灵供奉，你们一脉仅存的后人，怕也是个活不长的短命鬼呢。”说完，比比东心情美滋滋的起身离开。他并未注意到光灵斗罗此刻通红的眼睛中充满了杀意。比比东，你特么说谁是短命鬼？光灵斗罗瞬间释放了光灵神弓，一箭爆射向比比东而去。光灵的剑可发射出无声无形的剑，所以当比比东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无法及时调动庞大魂力抵挡，被一箭射穿了左腹部。比比东惨叫而起，身体也瞬间砸向了墙壁。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比比东气炸了，整张脸都有点狰狞了起来。光灵供奉，你竟如此肆无忌惮地对我动手！本座好歹也是个教皇，但这个时候千道流和金鳄斗罗已经无条件的都站在了光灵斗罗的身前。比比东，你想如何？金鳄斗罗霸道的声音回荡大殿。光灵供奉当众对我行凶，你们难道还要袒护他吗？哪怕供奉长老不受教皇调遣，不畏惧教皇之下，可他当众伤我，是否要给我一个说法？然而千道流只是淡淡的回应道：“比比东，今日仪式到此为止吧，你可以走了。”说法都不给，供奉殿欺我太甚！好好好，供奉殿，终有一日，我比比东会摧毁你们6翼天使一族的根基，狠狠打压你们这群供奉长老。比比东气猛了，可面对强大的7大供奉，他再气也无可奈何，只能忍下了怒火，随后无比憋屈狼狈地离开了觉醒殿。光灵斗罗抱起你，他的声音都带着几分哭泣。小雨，
或许是我错了，我就应该阻止你觉醒武魂，这就是被武魂反噬的痛苦吗？眼睛好疼，手指也冰冷的刺骨。叔公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是顶着这种痛苦修炼的吗？你的脸色带着几分苍白。你没有错，叔公，这是我的选择，你也不必感到内疚。不好，青鸾斗罗脸色大变，短短时间内你的小拇指就已经被完全侵蚀了。光灵，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快带他去狩猎场给那把光剑武魂附加第一魂环，或许能暂时压制住冰宫武魂的反噬。听到千道流的话，光灵斗罗第一时间抱起你冲出了觉醒殿。没多久，光灵斗罗就带着你来到了武魂殿狩猎场，千道流和金鳄也紧随其后。光明属性魂兽的片区在哪？带路，快！三大供奉齐聚狩猎场，这种场面在这里任职的魂师可从来没见过。他汗流浃背的赶忙带路，一来到这里你就感觉到光剑武魂的异样。经过一只100年魂兽时，光剑的反应很平淡；200年魂兽时强烈的几分，300年又强烈了几分。到了经过一只600年魂兽时，光剑的反应似乎变得极为兴奋，但到了700年后就变得毫无反应。你似乎猜到了什么？难道光剑武魂反应代表着我大概能吸收什么级别的魂环？这么说，我第一魂环可以吸收到600年。小雨，就是那只接近500年的光牙狼了，快去了结他。叔公，我想我可以吸收旁边那只600年剑光虎。你突然指向了旁边一个笼子里，一只浑身金毛、头上长着独角的虎类魂兽。千道流听闻眉头一皱，他提醒道：孩子，光剑虎倒是极为适合你的武魂，但600年你把握不住。大供奉，你们看，你直接释放出了剑武魂，指向光剑虎以及周围的几只魂兽。从光剑武魂反应来看，他们也猜到了。好家伙，武魂还有这种功能，我6翼天使神级武魂都没有这能力啊！千道流有点尴尬的干咳了一声。孩子，600年你把握得住，快去吸收了吧。你点了点头，缓缓朝着光剑虎走去，然后一剑斩杀，立刻盘坐而下，开始吸收第一魂环。一圈黄色魂环从光剑虎身上升起，随后落在了你的身上，而你很轻松的就将魂环能量消化，最终附加在了这把光剑武魂上，魂力也突破到了13级。此时你能清晰的感觉到，光剑武魂附加魂环之后，原本体内2股相互制衡持平的武魂力量开始倾斜，现在光剑强于冰宫了，左臂上武魂反噬的速度也明显降低。千道流指点道：现在你调动体内剑武魂的光明属性力量，尝试去压制那把冰宫武魂，注意力保持集中。是，大供奉。你再次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调动光明属性之力，尝试让剑武魂的力量去笼罩压缩那把冰宫。几分钟之后，左眼和左臂不再感到疼痛，疾冰对身体的侵蚀也停下了，成功了，暂时压制住了。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千道流见状暗暗点头，光灵，带着孩子去供奉殿吧。说完他先行迈起脚步离开。小雨，我们也去供奉殿。途中光灵斗罗询问道：你的第一魂技是什么？叔公，我的第一个魂技名为极光七星斩，强攻技，以七角星路线对敌人斩出7剑，杀伤力1剑更比1剑强，一旦斩出第1剑便不会被打断，敌人只能防御或者躲避。还不错呢，小雨，确实还行吧。你笑了笑，两人交谈间来到了供奉殿。千道流语气平淡道：你虽压制住了武魂的反噬，但这只是暂时的，或许只需1天、1周、1个月，疾病就会再次侵蚀你的身体，所以在你还未彻底压制住武魂反噬的情况下，你绝不能使用那把冰宫武魂，听明白了吗？我4岁就开始苦练剑术，每天都在努力提升我的命中率、精准率，就是为了觉醒光灵神宫武魂后，能够快速的适应运用弓箭武魂，用真正的武魂之弓射上1箭。可如今我觉醒了武魂之弓，却不能用它，感受左掌心中那股冰宫武魂的力量。你心头一叹，比起剑你更喜欢弓，现在觉醒却不能使用，心里多少有点难受。我明白了，大供奉，现在将你那把光剑武魂释放出来，让我好好看看。好，光剑出现在手中，千道流瞬间闪现到你身前，抓住了你的手臂，仔细感觉了一下，脸色猛地一变，这是极致属性。大供奉，您是说我的这把光剑武魂拥有着极致之光？千道流点了点头，不错，没意外的话，你那把冰宫武魂同样拥有着极致属性，极致之冰，双极致。我这双生武魂竟都是极致属性，你忍不住感到惊喜。每一种属性都有强弱之分，而极致就是某一种属性中最强的存在。拥有极致属性的魂师几乎可以说同境界绝对无敌，乃至拥有极为变态的越级挑战你。千道流感叹道：好苗子，真的是一个好苗子啊！可惜这孩子最终未必能扛得住武魂的反噬啊！千道流收回心思，继续说道：你的2个武魂依我看来皆已达到神级武魂的品质，即使神级武魂怎能用光剑和冰宫这种寻常的名字？孩子，给他们取个名字吧，或许未来这2个武魂会名垂千史。名字吗？你稍加思索后说道：这把光剑就叫它光神剑，这把冰宫名为冰神宫，以神字命名。很好，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就暂时留在供奉殿中修炼吧。多谢大供奉。光灵斗罗一脸感激，他知道千道流让你暂时住在供奉殿，是为了你如果出什么问题能够马上照顾到。另一边，胡列娜看着狼狈的比比东很是气愤，老师，光灵供奉也太嚣张了吧，他居然丝毫不将你放在眼里，竟为了那个光羽对你出手，您好歹也是教皇，够了，今日一事不必再提了。比比东脸色阴沉，一想到这件事情就气得不行，他深吸一口气，娜娜，今后好好修炼，你依旧会是武魂殿未来的第一天才。至于那小子，看着吧，他活不过1年就会死，他和你竞争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呀，老师？胡列娜忍不住问道。那小子武魂反噬速度极快，哪怕他暂时死不了，今后必定要花上大量时间去压制武魂反噬，哪还有多少时间修炼？娜娜，赶紧突破10级，到时候老师带你去获取魂环。谢谢老师，娜娜一定会努力修炼的。回到供奉殿，此刻你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躺在床上思考着，凭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能找到我武魂反噬的破解之法吗？难道只有快速提升魂力等级，通过光剑武魂和境界来压制冰宫反噬了吗？想到快速提升魂力等级，你突然兴奋了起来。对了，仙草，冰火2翼眼，那株顶级冰毒的8角玄冰草。8角玄冰草虽是顶级冰毒，但若和另外一株顶级火毒的烈火性胶书同时服用，便可百毒不侵，达到冰火双免之躯。既然身体已经能够免疫冰，那我身体自然也就不会被疾病侵蚀了。哈哈哈，
有救了！你立刻起床冲出了房间，第一时间去找光灵斗罗。叔公，我想到彻底解决自身武魂反噬的办法。光灵斗罗却没有太在意，但他还是随口问道：什么办法？你将冰火两仪眼还有2株顶级仙草的事情说了出来。光灵听闻终于重视起来。小雨，这世间真有这种泉眼和这种奇珍异草？叔公信我，这个地方就在天斗城附近的落日森林之中，您只要带我去就知道我所说的是真是假了。光灵马上做出了决断。好，叔公陪你走一趟。坏了，这下好了，你终于找到解决武魂反噬的办法了。在光灵斗罗的带领下，两人顺利来到了落日森林的核心区，并直接来到冰火两仪眼的所在之地。而此刻独孤博就在冰火两仪眼附近修炼，他猛地睁开眼睛，何人敢擅入我独孤博修炼之地？找死吗？可当他看到竟是一个少年带着一个小娃娃时，独孤博愣住了。你们这般年纪是怎么穿过毒雾林和大量毒系魂兽活着来到这里的？轻轻松松就进来了呗。光灵不以为然道。独孤博嘴角微微一抽，眼神闪过杀意。好吧，老夫不管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但既然来了就不用出去了。此地乃我独孤博修炼毒功的洞府，他人擅入此地唯有一死。你们来了不该来的地方，是吗？可你杀不死我呢，小伙子，你很勇啊！我堂堂封号斗罗还杀不死你一个10几岁的小子，可笑！老夫捏死你们就如同捏死2只蚂蚁一样简单。随即独孤博一掌拍出，然而光灵只是抬起手臂，微微伸出小拇指就轻松挡住了独孤博的攻击。什么？独孤博的笑容瞬间消失，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怎么可能啊？因为光灵的身上已经捧起了比他独孤博强上数倍的力量。光灵弹动小拇指，独孤博瞬间被轰飞了出去。光灵神功出现的瞬间，脚下恐怖的9环浮现，而他已经拉起了弓弦，弓弦上也凝聚出了一支冰箭。下一秒，弓弦上的冰箭瞬间破空而出，独孤博惊恐万分，立刻释放出了一团绿色毒雾光线抵挡。此时他也猜出了光灵的身份，封号斗罗强者。怎么可能？难道你是？不错，老夫乃武魂殿第5供奉光灵斗罗。光灵斗罗的声音回荡，他射出的冰弓也在快速击穿毒雾光线。下一秒，独孤博被一剑重伤，他脸上冒着冷汗，死亡的气息笼罩而来。我还要帮小雨找那2株奇珍异草，就不陪你玩了，受死吧毒斗罗！光灵斗罗再次拉弓，打算一剑解决了独孤博。这时你突然叫住了光灵，叔公，暂且先留他一命吧。若此人愿意归降我们武魂殿，可不杀没用的了。10年前他就被我们武魂殿追杀，也未曾服软归降过。叔公，或许我可以一试。好吧，见你坚持。光灵收回力量，冰剑瞬间散去，独孤博双腿瘫软跪在地上。刚才是他一生距离死亡最接近的一次，但如果说要让他独孤博臣服，归顺武魂殿，听人调遣，他宁愿一死。他颇有傲骨道，想让我臣服武魂殿？呵呵，你们还是杀死我吧。小雨，我说了吧，这老家伙是不会归降我们武魂殿的。光灵再次打算动手，叔公不急，这独孤博虽然单挑不怎么行，但打群架还是很顶的。你十分平静道，独孤博前辈，你也不想你那可爱的孙女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吧？此话一出，独孤博脸色大变，小子，你在用我的孙女性命威胁老夫臣服？您误会了，我倒不屑用这种手段。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碧灵蛇武魂拥有强大毒能力的同时，也会被自身毒素反噬。你毒性发作的时候，暂且可以通过此处的泉眼压制活命，可你那孙女从娘胎开始就浸没在毒素之中，她若毒性发作就必死无疑了。独孤博震惊万分，碧灵蛇武魂缺陷只有他自己知道，哪怕是他的孙女都还未曾知晓。你是怎么知道的？光灵也是忍不住看了你一眼，这小子越来越看不透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或许能解你们的反噬之毒。若我能解决你们反噬之毒的问题，独孤博前辈可愿归顺武魂殿？独孤博沉默了，他在考虑。你继续加大力度，当然，你若实在不愿加入武魂殿，也可以选择追随效力于我，只为我办事。我可以答应独孤博前辈，不限制你的自由，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修炼，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和帝国牵扯就行。另外，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出现，如何？独孤博心头一叹，最终有了决定。若你真能解决我和孙女的毒，我独孤博从今往后便追随你，誓死效力。好，那你起来吧，我试试为你解毒。你示意独孤博起身，随后说道：你先尽可能的将体内的毒素以最快速度逼入同一处，就在肚脐眼的位置吧。独孤博点头照做。许久后，独孤博道：可以了。随后你右手间散发出了极致的光明能量，一掌按在了独孤博的肚子上。和光灵一起前往落日森林的这段时间，你已经对自己的极致之光属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光明属性能量具有一定净化治愈、免除负面状态的效果，而你的极致之光属性拥有非常强大的净化治愈能力，或许可以净化掉独孤博体内的毒素。此时独孤博又惊又喜，他腹部的毒素开始快速的被清除。独孤博不禁大笑，哈哈哈，老夫体内积攒数十年的毒素，今日竟就这般轻松的被净化掉了。独孤博拜见主上。好了，去带你的孙女过来吧。是。独孤博兴高采烈的离开了落日森林。你收回思绪，望向不远处的冰火两仪眼。叔公，现在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叔公，哪怕你已经能够压制武魂反噬，但在动用武魂战斗的时候也是会痛吧？光灵没有否认，而且战斗越激烈，他的眼睛就越痛。我已经习惯了，看似轻描淡写，但却承受了多少痛苦。叔公，今后你不会再被自身武魂反噬而感到痛了。我们一起把8角玄冰草和烈火杏胶树吃了，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小雨，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药性？不，我不吃。光灵果断拒绝，虽然他也很心动，但哪怕会有一点影响到你解决反噬的可能，他都不会去做。没事的，叔公，这2种仙草药效如此霸道，一个人直接硬吃，药效明显过剩，在你看来完全可以满足自己和光灵，同时达到冰火之躯的效果。叔公相信我，吃一半足够达到效果了。我想让你今后能够肆意使用自己的力量，不要再被武魂反噬了。你小子，光灵感动了，随后和你一起站在了冰火两仪眼的上方，将2株仙草从根部切断，2人一人一半，快速服下了2株顶级仙草。然
然后同时跳入了冰火两仪眼之中。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吸收完仙草药力的两人升级了，不仅全都达到了百毒不侵、冰火双免之躯，也彻底解决了自身武魂反噬的问题。光灵斗罗的魂力从96级巅峰突破到了97级，而你的魂力则是一举从13级突破到了19级。两人相视一眼，默契的同时冲出了水面。来到岸边之后，你激动地拉起了光灵那曾经被冰完全侵蚀的手臂。叔公，你的手臂和眼睛都恢复了，太好了！光灵也同样激动。小雨，你终于可以使用冰神功武魂了。你深深吸了一口气，将左掌心中的冰神功武魂释放了出来。冰神功出现的一瞬间，恐怖的极致之冰瞬间冻结了周围的地面。你缓缓抬起冰神功，极致之冰凝聚出了一支冰剑，你全力拉开弓弦，随后松开了手，冰剑瞬间爆射而出，在半空急速飞过，顷刻之间轰在了几百米处的石壁上。那石壁当场被一剑射出了一个大洞，爽，就是这种感觉。而一旁的光灵斗罗则是内心震惊不已，好快的速度，好恐怖的破坏力，这就是极致之冰的威力吗？小雨这把冰神功的强度果然远在光灵神功之上啊！他一脸欣慰，将手搭在你的肩上，恭喜你了，小雨。虽然你已开始修炼光神剑武魂，暂时无法修炼冰神功，但在剑术上的造诣还是可以提前修行的。回去之后，老夫亲自教你我所创的光灵剑术，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你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远攻系魂师，更是最强大的弓箭手。叔公，我会努力的。你重重点头，也迫不及待想开启自己修炼之路了。但在回去之前，你决定去找一趟千仞雪。叔公，等我为独孤博的孙女解毒后，我想去天斗城见一见少主。你见少主干嘛？找他说点事情。你这小子神神秘秘的，行吧，老夫带你去一趟。光灵也没有细问就答应了下来。我既知你必能成就天使之神，便不会让你在天斗皇宫继续浪费时间了。千仞雪少主啊，你还是乖乖回家好好修炼吧。两人继续消化体内残余的药性，等着独孤博带着独孤雁过来。许久之后，两人终于来了。独孤博拜见主上。小女子独孤雁见过公子。你也没有废话，依照给独孤博解毒的办法，将独孤雁体内的毒素驱除。独孤博前辈，等你的孙女在初级魂师学院毕业之后，就让她去武魂殿学习吧。好的，主上。独孤博点了点头，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我们就先走了。独孤博恭送主上。踏出落日森林之后，两人立刻前往天斗城跟千仞雪见面。千仞雪，见过光灵供奉，不知光灵供奉您突然找我何事？光灵笑着说道：少主，不是老夫找你，而是我这侄孙有事想和你聊聊。他千仞雪一脸狐疑看了你一眼。是的，你们聊吧，老夫出去吹吹风。光灵直接从窗户飞了过去，现场只剩下你和千仞雪两人。说吧，你找我什么事？你开门见山道，我想请少主回家，放弃天斗潜伏计划。什么？这个是爷爷的意思吗？千仞雪听闻情绪有些激动，眼神中带着一种期待的神色。不，这只是我的想法。你摇了摇头。千仞雪差点白眼没翻过去，眼中的期待也变成了一股失望。既然不是爷爷的意思，你让我回去干什么？这是你一个小孩该操心的事情吗？你先解决好你自身武魂反噬的问题再说吧。我自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直接在千仞雪面前释放出了自己的双生武魂，而现在的我魂力是19级，双生武魂19级魂力，这小子居然这么厉害。千仞雪心头一惊，而且他应该刚刚觉醒武魂不久吧？你神色严肃道：少主，如果我能说服大供奉，你可回来；若是你想，我能让你回家。千仞雪的眼眶湿润了起来，他转过身背对你，语气些许低落：你回去吧。好，你应了一句，也转身离开。看着你即将离开，千仞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慌了。等等，你真能做到吗？你停下脚步，坚信地回了一个字：能。我想回家。千仞雪眼眶的泪水终于在这一刻滴落，也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你脸上露出了笑容。好，那我说到做到。再会了，少主，安安心心等我的好消息吧。叔公，我们走吧。小雨，你都跟少主聊了什么？光灵一脸好奇地问道。等回去您就知道了。你小子又搞这些神神秘秘的，我们走吧。此行一趟共花了20多天的时间，这20多天胡列娜疯狂修炼，魂力从9级突破到了10级。比比东亲自带胡列娜去星斗大森林获取魂环，正好他们刚刚走出教皇殿的大门，你和光灵也归来了。双方在教皇殿的大门碰到了，一瞬间一股火药味充斥全场。比比东一脸冰冷地注视着光灵，光灵也不甘示弱与比比东眼神交锋，但双方都没有爆发冲动。倒是胡列娜擦肩而过时，她嘴角上扬，一脸傲娇道：我已经10级魂力了，等老师带我从星斗大森林回来，那时我就是一名真正的1环魂师。虽然你比我早踏入1环，但很快你就会被我远远甩在身后。他还完全不知道你已经19级了，要不了多久就能吸收第2魂环。你没有理他就往前走去。胡列娜被你的冷暴力气炸了，气轰轰道：你等我回来，敢不敢与我一战？